中国外交部证实，教皇方济各的乌克兰问题特使祖皮枢机主教访华，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与其举行会见。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教皇方济各寻求改善中梵关系，近期2次向中国发出祝福和问候。中方也多次表示，中方对改善同梵蒂冈关系持积极态度。不过，中梵关系改善让台湾民进党当局心慌慌，担心一旦失去梵蒂冈，将让台湾对外关系出现雪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3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透露，教皇特使祖皮枢机主教将访华，寻求通过外交途径帮助结束乌克兰冲突。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将同他举行会见。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致力于劝和促谈，我们愿意同各方一道，继续为推动局势缓和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梵蒂冈新闻办公室与中国外交部几乎同一时间发布了祖皮枢机主教将访问中国的消息。据悉，祖皮将从13号起展开为期3天的访华行程。观察指出，中国是最早派特使前往俄乌以及欧洲当事方进行劝和促谈的大国，在推动和平仪式上，中梵都进行了外交实践，有共同诉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梵蒂冈多次做出劝和促谈的表态。教皇方济各曾多次呼吁实现和平，并派出特使斡旋。梵蒂冈新闻网报道称，祖皮此前曾于6月前往基辅和莫斯科，并在7月中旬前往华盛顿。另据意大利《共和报》报道，祖皮访华期间或将与中国高层会面。将近30年来，那么教廷第一次有枢机主教来去访问到中国大陆，那么这是很显然也是对于双方来讲一个关系上一个非常显著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那么外界普遍也都是去期待会不会中梵双方在这样一个接触的过程之中，那么对于双边的一个实质性关系有更进一步的推动。那么这个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梵蒂冈是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内陆城邦国家，是全世界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但影响力较大。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天主教会最高宗教领袖的驻地。根据中国宗教局官网介绍，中国现有天主教徒约550多万人。自中国与梵蒂冈在2018年签署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以来，教皇方济各一直寻求改善中梵关系。现年86岁的方济各在担任教皇10年中，曾多次严厉谴责西方民粹主义以及美国宗教团体的过于保守的言行。还对美西方在移民等问题上的非人道的冷漠无情措施，以及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行动迟缓表示不满。他还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在与中国打交道时要有足够的耐心。外界注意到，仅在今年9月份，教皇方济各就2次向中国发出祝福和问候。他9月1号访问蒙古国，在专机飞越中国领空时，按照惯例感谢中国政府提供便利，并祝福中国人民，表达了对团结和平的希望。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当时作出积极回应。他说，梵方的祝福体现了友好和善意，中方愿继续与梵方相向而行，进行建设性对话，增进理解，积累互信，推进双方关系改善进程。美国《纽约时报》注意到，教皇方济各在蒙古国访问期间，针对中国的表态全部都为正面。他对随行的记者表示，教会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个人十分钦佩中国文化，中国是非常开放的。据梵蒂冈新闻网报道，9月3号，方济各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草原体育馆主持一场宗教活动时说，我想借此机会向高贵的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的问候，我向所有人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奋发向上，不断迈进。他还呼吁，希望中国的教友都成为好教徒、好公民。中方在回应中进一步表示，中方对于改善中国和梵蒂冈的关系始终持积极态度，同梵方保持着接触和沟通。10天之后，中梵同时宣布了祖皮枢机主教访华的消息。德国之声电台报道称，祖皮此行有一项重要任务，那就是梵蒂冈多年来希望在中国设立联络处。外界猜测，祖皮访华将进一步就此事与中方进行沟通。过去几年来中梵双方可以说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相向而行，努力的去增进双方之间的这样一些接触、了解、认同和共识，那么去增进双方的一些实质性的合作。近一段时期以来，梵蒂冈方面也是以各种形式包括这个在赴外访问的时候，包括在国际会议上都
对于中方进行一些非常积极的这样一个表态。那么中方在很多场合也给予了一个良善的积极的回应。那么也是代表着双方都有去共同增进这样一个关系的意愿和前景。台湾舆论高度关注祖皮访问北京的行程。民进党当局一直担忧，一旦失去梵蒂冈，台湾地区将再次出现所谓断交潮。自蔡英文上台以来，台湾地区7年连续丢掉9个所谓邦交国，目前仅剩的13个所谓友邦，大部分是太平洋和加勒比地区的小岛国。一旦失去梵蒂冈，所谓断交的骨牌效应将进一步扩大。近年来，梵蒂冈与台当局的关系一直不稳，甚至有岛内媒体用风雨飘摇来形容。实际上，自1971年台当局被驱逐出联合国后，梵蒂冈将与台当局的关系降为代办级，但台当局却十分重视这个欧洲唯一的友邦。更令台当局不安的是，2022年初，梵蒂冈宣布调离驻台北代办，但继任者到任之前有长达数月的空窗期。有岛内学者分析指出，台当局在欧洲应该找不到其他所谓友邦，而台湾与梵蒂冈的关系可能一吹即破。那么，如果说梵蒂冈与台湾断交，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台湾的在欧洲的这样一些所谓的一个影响力将会被大幅的一个削弱那么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实质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被清零了。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看到梵蒂冈对于这个中南美洲国家有非常强的一个影响力，因为我们知道梵蒂冈是天主教的教廷，而中南美洲国家普遍都是信仰天主教，并且天主教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社会都有非常深的一个影响。台湾《中国时报》社论指出，梵蒂冈渴望与中国大陆建交，台湾地区信众数量规模不大是一个原因，但归根到底，中国台湾的外事困境源自两岸对立，而各国很务实的西瓜靠大边。民进党当局一味亲美仇中，以为可以靠美国生存。美国近年来与中国交恶，国会推出许多所谓友台法案，但对改善台湾的外事困境却产生不了实质帮助，反而加大力度卖武器，要把台湾变成刺猬岛。观察指出，美方很可能故技重施，就与台湾地区维持外事关系一事向梵蒂冈施压，但梵蒂冈方面未必买账。值得警惕的是，美方近年来类似的施压往往自讨没趣，转而改用打对台军售牌来间接对冲民进党当局无力维持友邦的负面影响。此前，岛内媒体报道称，民进党当局向美方采购14套火山车载布雷系统，台湾地雷岛成定局。此外，台防务部门2024年预算案显示，从美国购买的陶式标枪导弹明年将部分交付。对此，国防部发言人谭克飞回应指出，坚决反对美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开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民进党当局为一己私利，不惜用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讨好美国，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其所作所为正在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弹药库，严重损害台湾同胞安危福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天主教教皇方济各的特使红衣枢机主教祖皮的这次访华行程，您有什么样的观察与思考？我注意到有媒体分析认为，祖皮这次访华肩负着2重使命，一个是公开的使命，即身为乌克兰问题特使的祖皮这次访华，目的是要寻找和平解决俄乌战事的途径，以及对战俘与儿童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秘密使命，寻求进一步改善中梵关系，甚至是要为中梵关系寻求突破性的进展。我认为祖皮这次访华的目的，更多是为了寻求中梵关系的突破。但是由于这件事情涉及到复杂的两岸关系与国际局势，梵蒂冈只能以调停俄乌冲突的名义前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过去在一些西方国家明里暗里支持台独的情况下，梵蒂冈不仅始终未曾参与这些活动，而且还在时隔40多年以后再度派出主教访华，这反映出了梵蒂冈非常重视跟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中国来改善关系。也就是说，中梵进一步改善关系已经是大势所趋，这已经不是蔡英文当局可以左右的，更不是通过所谓的亲缘外交等方式就可以收买的。
那您认为，假如中梵进一步改善关系，甚至是相互建交，又会对蔡英文当局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跟冲击呢？其实梵蒂冈一直是想跟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的。根据媒体报道，教皇方济各的特使、红衣书记主教主皮这次访华的秘密任务之一，就是要探讨梵蒂冈在北京设立联络处的事宜。假如这一报道属实，那也就意味着中梵朝着建交的方向又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假如梵蒂冈与台湾地区真的断交了，那对于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来说，它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与负面影响将是无法估量的。这首先是因为梵蒂冈是台湾当局在欧洲唯一的所谓邦交。假如台梵断交了，那像过去陈水扁执政时期以访问梵蒂冈之名顺道踏足意大利与欧洲的场景将不会再出现了。其次，罗马教皇不仅是全世界12亿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在西方世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为关键的是，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那些所谓邦交，几乎清一色都是天主教国家。虽然这些中南美洲国家在国家主权上跟梵蒂冈是平等的，但是在精神和信仰上，这是从属于梵蒂冈的。因此，一旦梵蒂冈与台湾断交，极有可能会在中南美洲国家形成羊群效应。而且主皮这次来华访问，正好发生在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即将举行之前。假如这个时候中梵突然宣布建交，那对于赖清德与民进党的选情来说，无异于是炸响了一颗地雷。我想这就是蔡英文当局感到异常紧张的真正原因。那红衣书记主教祖皮的这次来华访问，有没有超越两岸事务之外的意义？确实，我注意到岛内外舆论几乎毫无例外，都把这件事情跟两岸外事领域内的博弈联系起来了，甚至认为大陆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在外事领域内进一步挖台湾的墙角。而在我个人看来，中梵这次的互动是有着超出两岸关系以外的目的和意义的。首先，对于梵蒂冈来说，它主要着眼的还是全球范围内天主教的和谐与统一。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天主教曾经经历过几次大的分裂，因此对于天主教内部可能产生的分裂，梵蒂冈始终保持着警惕。而梵蒂冈与中国大陆实现和解，是有助于天主教内部的和谐和统一的。因此，我们在评价中梵关系改善的时候，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能因为无限放大两岸问题而忽略了中梵关系改善本身的内在意愿。